台湾 F-16V 战斗机完成了首衰，低空扫射能玩出事故，是飞行经验问题还是机械故障？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前几天呢，有人在这个圈子里边说，1月11号这天可能会有什么大惊喜出现，然后就传呢，说是不是有什么大东西要下水了？还有人猜是不是什么大家伙要掀掉蒙着那块布，可能要首飞了。大伙儿等来等去，等到晚上就很失望。这一天下来，除了一架台湾的 F-16V 坠毁，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感人的消息了。那么既然没有别的看，那我们就看一看，分析一下台湾这个 F-16V 怎么坠毁的吧。根据台湾方面报道，这次出的事儿是在嘉义那边东石水西靶场周边空域进行训练的时候出事儿的。当时训练科目是对地攻击，然后出事儿那个飞机，它的僚机飞行员报告说，它的长机是以大角度坠海的，飞行员还没跳伞。台湾中时新闻网还登出一张疑似战机失事前的照片，说是这个岛内军事迷拍摄的，说这个战机飞行姿态非常诡异，看照片呢，那飞机是翻扣过来的，肚皮朝天。目前台湾方面还在组织搜救，没跳伞这么高速度扎海里边救肯定是没必要的，但是连人带飞机捞出来应该还能做到，反正出事地点应该离岸不远，好捞。那么这个飞行事故出来以后呢，大家都琢磨吧，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次事故的？一般飞行中出事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飞机本身出现了故障，一种呢是飞行员自己操作不当。考虑到这批飞机是台湾汉翔公司获得授权之后拿了升级改造套件，在老飞机基础上进行改造的，那么台湾方面一定会特别关注是不是改造呢中间这个过程出了问题，所以肯定会根据飞机残骸进行事故分析。那么如果发现真是改造出了些问题，或者是飞机出现了某些预料不到的故障，那么这批 F-16V 可能会全部停飞。至于说飞行员的判断或操作水平问题呢，我们看一下，这次出事的飞行员是个上尉，飞行小时数是300多小时，但是大部分时间呢是飞的老飞机 F5， 在 F-16V 上飞了的是60多小时，按说也不算是菜鸟吧。这次训练科目是机炮对地攻击，对他来说应该是航校里边就经历过的。如果有什么风险的话，那就是机炮对地射击的时候，由于机炮本身射程就不大嘛，所以要控制好俯冲的角度、速度还有进入高度。那么角度如果显得很平的话，那么射击的散布可能比较大。如果俯冲角度太大的话，那么拉起来就很困难了，所以完成射击之后剩余高度可能就不够。一般来讲，就是俯冲角度要控制在30度到40度。另一方面呢，速度肯定也必须控制好才行。一般来讲，要求速度到150米到200米之间，太快的话，那飞行员反应时间也不够。实际上呢，在训练或者实战中，飞行员俯冲之后用于搜索或者瞄准目标时间稍微长一点，等机炮进入射程真正用于开火的时间也就1-2秒，然后就要马上拉操纵杆把飞机拉起来。俯冲角度、速度或者是进入高度错了，结果基本就撞地上了。而结合台湾方面报道说飞机姿态诡异，而且呢飞机是大角度扎海里边，那我们先猜测一下，是不是这个飞行员平时玩战争雷霆玩得有点飘了，前面玩了一串机动动作，导致进入攻击航线的时候那3个要素就已经不对头，加上他以前是飞 F5 战斗机的，可能是换了 F-16之后对飞行性能又不够掌握。如果真是因为这样导致的事故，那说明台湾的这个训练组织和纪律还是有点乱套。不过呢，台湾今天还公布了一个消息，说飞行员全程都按住了无线电麦克风通话键不撒手，导致地面和其他飞行员无法询问他空中出现什么情况。那么这个细节给我们带来的联想可就更多了。损失一架 F-16V 对台湾来讲可能真是损失比较大，毕竟这种刚刚改装完的飞机是台湾空军的主心骨。台湾的蓝营媒体中时新闻刚刚还说过 F-16V 配备了先进的头盔显示器，瞧对方一眼就能开火，太科幻了。这话说完没多久， F-16V 就出了事儿，大概就是因为在人群中被中时新闻多看了一眼，这位台湾飞行员的容颜就被挂墙上了。好，关于这次台湾 F-16V 战斗机的事故原因，我们今天呢就简单的分析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